参见三师姐。这位就是曾牛道友吧？小女是人道仙弟子白雪。师尊说你初来朱雀，一切事宜由我安排。请。御剑中对朱雀国的描述并不详细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本以为这曾牛定有绝世天资，如今看来，也不过如此。曾牛道友，你脚下这片土地，便是整个朱雀星上面积最大的陆地——朱雀大陆。在此地有4个修真国。分别是朱雀、青龙、千幻、毗卢4国。我们朱雀国作为朱雀星上唯一的6级修真国，处于朱雀大陆正中心，更是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。传闻只要生在朱雀国，就连普通凡人都会自命高人一等。看来此话不假。朱雀国中有何宗派？朱雀国又分天域宗、地破门以及人道仙3大宗门，其中各有一个问鼎长老坐镇，并受第14代朱雀朱雀子管辖。他是何修为？朱雀子是朱雀星内唯一一位问鼎大圆满修士，但从不轻易露面。这么多年，我也只见过他一次。那便是天域宗门。红蝶妹妹现已是天域宗弟子，而我听闻师尊也有意将你收入人道仙。你们2人大战就定在7日之后，可有把握？没有。曾道友不必谦虚，这段日子你暂住人道仙，待师尊修炼完，自会见你。等一下。进入朱雀大陆后，始终有种不安之感。此地不像是住所，倒像是囚牢。既然此战躲不过，先将御剑地图补充完整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朱雀国内，能置我于死地之人，绝不在少数。可朱雀子不仅未追究我断红帝一臂之事，还有意将我2人送入2大宗门。他究竟是想通过大比，在我2人中做取舍，还是另有图谋？此人可以进入房间而不被我察觉，实力定在应变之上。莫非是那人道仙宗主？
战胜不一定胜，但输必死。两位问鼎老祖竟亲自前来主持赛事，那可不，一个是天之骄女红蝶，另一个是后起之秀曾牛，这两人一战，定然精彩之极。快开始了！拜见朱雀，拜见朱雀。诸位请起。朱雀大人竟然亲临现场，那两位是朱雀大人的得意弟子吗？我越发期待今日的比试了。此次大比正式开始。既无法一击毙命，只能扰乱其道心，找机会下手。哼，这是我雪域国用500年制作的法宝冰神，今日便让你有来无回。蹦！僧牛，你输了。没错，这才刚刚开始。天劫降下，任何瞬移都将失去作用。红蝶，受死！月圆归一。傀儡虽无法阻止天劫，但却能冲散些许黑气，减小这天劫威力。逼我的困极变！这是什么法宝？那是什么？这一击就将僧牛重创，这么厉害！此物不是你们天域宗镇派之宝吗？
怎会在红蝶手中？是在下看管不周，此战之后，我定会严查，给朱雀一个交代。这曾牛居然真的可以饮下天劫，多亏我将法宝拿给师妹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？这鞭子太过诡异，竟能直接重创元神。战车开启还需要时间。既然如此，我给你种下的毒咒，看你能压制到何种程度。还差一点。就是现在！战车开！我曾以为疯牛不过是小小蝼蚁，不配与我相提并论。我有冰神在手，又有本命法宝傍身，此战杀死曾牛，定如探囊取物般轻松。可今日一战，竟比当年仙界艰难数倍。若没有冯玉山送来的坤极鞭，我定会败落。可此刻冰神已极为虚弱，难道这一次我真的会输给曾牛？羽力夺！我不会输。曾牛，就算短期应变无望，我也是要杀你！分神鞭，绝情之劲！这就是化身大圆满的意境啊！这分神鞭本是师妹为助自己应变准备的，其中蕴含了她此生的天道感悟，再与绝情意境加成，曾牛定然招架不住。此战元神损耗过大，竟无法破除他的意境。殷勤，结束了。快过来！来！师兄，我害怕。亲情、爱情、恨意、善意，皆是无用虚妄，如同这荆棘藤蔓，终将成为你修道的负累。曾牛，我要你亲眼看到，所有至亲一一离你而去。挥剑，斩！入世引出世间之气，继而挥舞慧剑，斩断一切之情。此乃绝情意境。曾牛，
你终究还是亲手斩断了情丝。你败了，今日你必将元神破灭。儿啊，不管你做过什么，都要保护好自己。我和医生在天地珠内练了这么久，你才勉强达到灵气1层。那便干吧！皇上，曾牛兄，你懂便是懂，这是我的师傅元神不。你错了。什么？这世间之情，岂能说绝就绝，说断就断？慧剑虽长，但却砍不断轮回。一身入局，再有所感。多谢你助我明悟，绝情之人，也难逃生死轮回。一身入局，再有所感。多谢你助我明悟，绝情之人也难逃生死轮回。轮回之下，生死天道。轮回天道本该无情，可惜无情、绝情，仅一字之差，却谬以千里。对于修道之人来说，意境之争就是彼此的道之印证。这一轮是曾牛赢了。老祖说的是，不过这红蝶也不错，竟能在最后关头明悟。说我能达到因变，今日你这轮回便不再是轮回。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没有败。死灵杀阵！今日天逆珠正好见此圆满。金灵，放！当牛，今日我就算杀击死灵，也要杀了你！三灵，击爆！如今我元神受创，修为更是跌至华山初期。红蝶这一击，就算不败也会受重伤。可玉石俱焚，真的是朱雀子想看到的结果吗？只能赌一把，看能否舍命破局。你若敢杀我，大家便同归于尽。那便试试。够了。此战胜负已分。曾牛，
你赢了，从此以后，你便是我朱雀国弟子，拜入人道仙门下。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，有什么想要的，尽管提。我要这个。那便给你一半。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谢朱雀。此战，你二人损耗巨大，接下来就好好休养，去吧。朱雀子究竟想要干什么？第15代朱雀子的名号争夺在即，你们二人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老祖，弟子谨遵教诲，日日不敢懈怠。听说你的炉鼎逃走了，可有此事啊？回老祖，那子欣定是被人放走的，而且那人竟能解开我的桎梏，修为定在我之上，恐怕此事没那么简单，我一定会揪出那背后之人。不必，此事你无需再插手。为师已为你寻了一个更好的炉鼎人选。我所需炉鼎十分难选，不知老祖所指是？此次红蝶与曾牛一战，两人意境都有所明悟，但元神接受重创。你若能将红蝶的灵力与意境吞并，到那时，你的意境中便多了绝情之境。如此一来，最终的问鼎一劫便会多一分把握。难道老祖当年收下此女，就是为了我？多谢老祖。你莫要辜负我的期待。是。只是红蝶此女，倒有些可惜呀。为师老了，有些事情确实有些不忍心了。老祖，无需可惜，毕竟朱雀的称号不会从这些外召弟子内产生，除了我与师妹，不会有别人。罢了，你快去吧。是。曾牛，下一次我定杀了你。我可以带你完成这个心愿。谁？在下钱锋，秦羽刚见过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你的意境和先天死灵啊！怎会如此？清河，你若能帮他应下此剑，红蝶结束便消。没想到我的死情。
师兄可顺利？自今日起，他就是我的炉鼎，名绝情。恭喜师兄修为大涨。不知我何时才能像师兄一样？不急，慢慢来。绝情已是第3个被我吞噬意境之人，师妹，早晚有一天，你也会成为我的炉鼎，我必将成为下一任朱雀。只可惜，朱雀只有一个。柳眉，弟子在。你修的是千幻无情道，如今只剩最后一幻未圆满。若能寻一惊世意境，将其吞噬，转换成你的最后一幻，千幻功法便可大成。原本为师为你准备了一人，就是那五行宗的周易。此子的痴情意境世间罕见，只可惜此人却是在仙界失踪，下落不明。老子无需烦忧，弟子再多幻化几具分身，继续下山，感悟天道便是。你曾有一具分身，拜于赵国玄道宗门下，在一次宗门大比中，遇见过一位衡岳派弟子，名为王林，你还记得否？王林，是他？没错，那曾牛便是王林，他便是为师为你找的替代品。那红蝶道心已破，无甚提高空间，但王林却不同，你定要盯紧他，待他意境大成之日，你便将此人炼制成炉鼎，待炉碎之时，他的生死轮回意境也会被你掌握。如此一来，你比风儿更有机会接替朱雀称号。弟子领命。王林，当年唯一一个对我分身媚术仍保持清明的小弟子，没想到短短500年就走入了老祖眼中。此人不简单，我不如趁此机会，在他体内种下毒蛊，事后方便为我所用。从即日起，你们与我一同闭关。今日来，潜入地上的符魁越来越多，仙夷族定然有所图谋。我们必须保存实力，防患于未然。是。你们可还记得云雀子？可是当年与您争夺第14代朱雀之位的那位。没错。当年他夺位失败，便开始云游朱雀。我本以为他不再参与任何争斗，却没想到他竟暗中培养自己的弟子，其目的不言而喻。可朱雀称号绝不可给云雀仔细分支，可明白？遵命。师弟，你即将前锋的炉鼎子心放走，收入麾下，那便是与我宣战。我定不会给你可乘之机，你选择的4个人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
师兄，你我斗了一辈子，既如此，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你的弟子棋高一筹，还是我选择之人更上一筹？虽说会保我平安，但红蝶未死，人道仙有态度诡异，着实不可信。我上师播种，当务之急要立刻返回赵国，找一僻静之处休养，重启化神后期。斗转，曾牛，我就算自爆元神。纵长气，这是什么阵法？蝴蝶师妹，我说过会帮你，我说的。曾牛小友，你终于来了。云变老怪，你是何人？雪域国宗主李元丰，替红蝶取你性命。听闻当年雪域国为提升至5级修真国，曾有7位化神长老随红蝶同行前往朱雀。在逆天法术的加持下，唯有1人活下来，得以提升至鹰变期，想来就是你了。李某因红蝶机缘得以突破修为，自是不能忘本。你断红蝶一臂，而红蝶又是我雪域国的希望，于公于私，李某今日都不会放过你。与鹰变老怪碰上，我毫无胜算。我虽元神受损，却不知炸不开空间裂缝。此地已被禁锢，空间裂缝铲不开，你的青罗盘无用。对，忘了告诉你，瞬移也不可用。此阵名为封魔乾坤阵。曾牛，这次你断无活路，真是不死心呐！孙太，送来！又是鹰变。曾牛小友，李某说过了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又是鹰变。曾牛小友，李某说过了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
先见之位，也无法发挥到与红帝一战时的威力。这封魔乾坤阵复杂至极，定是传承许久，短时间内定是寻不到生门。众子快走！倒真是一把好剑，里面居然还有剑魂，不错。此剑可以归你，但那可以引发天劫的小旗，要归我。好，不过星罗盘本就是我族之物，我要拿走。自然。巨魔，老夫的确是巨魔族之人。当年你在仙界抢走我族少族长赤虎的星罗盘，今日我来取走。2个鹰变七老怪同时出手，只为了取在下之命。如此殊荣，王某定会牢记于心。是啊，你确实应该铭记。不过，要把法宝留下。好宝贝！灵气好极了。老祖，还请让晚辈出手，亲自杀了此人，以报当年之仇。曾牛，受死！曾兄，东南角，活路。赤虎，你干什么？快走！老祖，那星罗盘是我赠送给曾牛的，绝非他抢夺。曾牛在仙界曾多次救我性命，我赤虎堂堂男儿，岂能干出灭绝人性之事？混汉！星罗盘对我族没有用处，给了曾牛又何妨？拿了人家飞剑还不知足。要不是你是云汉巨魔界最多的一个小辈，今日我定杀了你这逆徒。回去之后，把你闭关100年，日夜承受炼体之苦。我赤虎行事光明磊落，不能做出不仁不义之事。曾兄，在下尽力了。这阵法太过诡异，天逆珠也被一层阻力所挡，无法进入。东南，天乾地坤，凶为东南，木心之处。果然，若能出了阵，到时便可遁入空子披风。小子，应变面前，区化神，活不了。应变意境，老夫一经为茶，茶烟袅袅，品世间百味。湖中藏乾坤。夜间瞥春秋，生死一定。看，以茶为伴，从而感悟人生。
在应变修士的大成意境面前，你的意境不过儿戏。已经浪费了很长时间，杀了此人后，老夫还有要事。李道友，动手吧。你不愿出手，莫非是怕朱雀山的追究？怕了，此事本就是我发起，我出手便是。终于来了，封魔乾坤阵。若非老夫知晓此阵阵眼所在，否则要进来，还真有些难度。是阴宗，这二人虽是应变初期，但传言巨魔族只要达到应变期，便会觉醒天赋神通，还是不要轻易招惹为好。曾牛，你吃饱了撑的，怎么惹了这么大的麻烦？我说你们两个老不死的，杀一个化神期的晚辈，丢不丢脸？老夫要把此人带走。道友，区应变初期，还是被强行提升上来的，没资格与老夫说话。不行，此人必须死。而且他的尸体也要归我。你又不是我尸阴宗之人，要尸体何用？因为弟子赶到时，那亡灵已身死道消，只有一丝残魂遁入域外战场。弟子追踪而去，可苦寻数十年，一无所获。只怕天逆诸野。老夫问你，此事可还有人知情？没有，弟子已抹去所有知情者记忆，眼下只有弟子和驻扎赵国的通天塔使者还知情。好，很好。远古坤虚圣域流传下来的至宝，岂能说没就没？若能把天逆珠献给修真联盟，定会被赐予6级修真国身份，无这一颗修真心。如此一来，老夫这支巨魔族分支便有了问鼎族群的资格。我苦寻亡灵音讯多年无果，直到赤虎仙界一行回来后，我才意外得知，曾牛竟就是亡灵。为防止朱雀国横插一脚，我苦等时机，直到李元丰找上门来，我以拿回星罗盘为由，与他一同诛杀亡灵。即便亡灵身亡，只要有尸体，我就可以用秘术查出天逆珠所在。老夫要他尸身自有用处。滚开！你敢！孙太能来救我，也是没安好心，但却是逃出那阵的唯一之法。1000年奴役，才多少年就懂了这么大的篓子，老子这次非要把你彻底封印不可，省得再被你连累。
当真以为老子怕你不成？怎么会？我的修为怎会这样？李元峰的察知意境与孙太种下的封印，竟结合成了一道强大的剑骨，将我体内灵气吸食殆尽。若如此下去，我定会变成一个没有法力的凡人。上次被重伤至此，还是肉身被藤花源所灭。没想到数百年之后，又来这么一遭。纵我步步敬重身世，却还是落入这任人宰割的境地。曾牛，休想带走！修士一旦交战，便是生死之争。你可想好了？与应变中期一战，着实吃力。但亡灵对巨魔族关系甚大，如此一来，唯有一拼。事到如今，是你们逼我的。间很少有生死之争，这仙气一旦消耗，无法补充。那你既决意如此，老夫便与你以仙碰仙。仙气之味，应变一生独有的神通，复兴我族数万年的机会，老夫绝不会放过。哼！老夫应变中期，纵你巨魔族天赋神通与南极境界压制，还不死心？老夫的雷之意境，可是当初花了极大代价，天雷星闭关100年感悟而来。区区应变初期，给老子死！我把此人带走，几日后还你就是。不行，你把他带走，不等于我的元神就握在你手里了。敢在老子眼底下减生，这小子身上的封印还差一半，须得与这2块狗皮膏药速战速决，不然空生变故。老夫应变之后，第一次使用天赋神通之术，你接下吧！我走！杀了他！还没有伤人之力，只能把对方传到位置遥远的星域。
神魂俱灭。机关算尽，却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修为还在下跌，灵力越来越少了。修真一途还真是世事无常啊！8年后，婉儿就会再次遇到天道。老大，那是什么？这。老大，这是一棵摇钱树啊！这小子长得丑，打断腿放在天威飙车前挡道，总比用自己的兄弟好啊！带个手啊！哎。这位道友，这可是难得的好货。曾有双指一枪，便是要和那红蝶玉石俱焚呐！那红蝶听闻此战后，红蝶也有所突破，闭关参悟应变去了。那可是雪域国出来的天之娇女，当年为了让她归顺，朱雀国可是下了大手笔啊！我知道你有一丝元神藏了起来，绝情，我绝不允许出现第二个逃跑的路径。曾牛与红蝶一战成名，真真坐实了这应变之下第一人之位。可不曾想，这第二天呐，曾牛却失踪了。什么？曾牛失踪了？真的假的呀？弟子恭请师尊出关。为师听说了，那小子确实消失的离奇。耽搁师父闭关，是弟子无能。无碍，他是为师给你选的炉鼎，不重要，但也重要。昨日极北之地传来一阵仙力波动，应是应变修士斗法所致。为师查到，王林这次失踪和雪域与巨魔族有关。此玉剑可用于寻人，他受伤极重，元神崩溃。我只能感知到他在朱雀大陆北方。修仙500年，终会凡胎。可8年后，婉儿就会再遇天道。8年，若本尊在，还可带我寻一处灵力充足之地，重新吐纳，总有恢复的一日。可本尊也因元神崩溃受到了牵连，在楚国陷入了沉睡。
或者照此地修真门派，借其灵气浓郁之处修炼。不过，以我现在的身体，又如何能进去？到底要怎样才能破解封印与意境的禁锢？这方圆百里啊，仙人咱惹不起，但凡人的地界上，就是官府也得敬着咱们。偏偏天威镖局没眼力见儿，想要就要不了。今儿啊，就让他们知道规矩。这天威镖局怎么也想不到啊，咱会在这里见上他们。老大真高明啊！这时辰也差不多了，都准备一下去。好嘞。哎呀，这丑模样倒是个当诱饵的好材料啊！小子，算你倒霉了！瞪什么眼？好了，来了！你使我杀！不抢！大当家的回来了，开山门！大当家的回来了！快！大当家亲自出手，收获就是不一样啊！又够快回事了。去蒸汽他好酒，让弟兄们今天喝得痛快。好嘞，都给我小心了点啊！把那小子扔进水牢里，养上几天，下回再用。知道。原来失去了一切的修士，比之凡人都不如。婉儿，此一别道阻艰难，但我定会破除艰难万险，回到你身边。得需灵力才可拨开禁锢，恢复修为。这是真的是灵气，这水中竟有灵气。若能引灵气入体，便可从此处脱困。引气入体，灵气归元。
是啥呀？老大，这是俺从那个丑小子身上搜出来的。这难道是天蚕丝？我还不信了。宝贝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宝贝啊！是，哎，这宝贝要是再多弄几个，连成块做成衣裳，那不刀枪不入了？不知道你丑小子是从哪儿弄的，我去问问他。老大，就是这儿。老大，水里像是有东西啊！有个屁东西！快把他捞上来！你是什么人啊？那日，你断我四肢。不是哪儿？是他就敢干了！你找他一命，是俺永远不是配角。我操！仙人，我错了，你放了我吧！财宝在的都是你的，饶命啊，仙人，饶命啊！剩的这点灵力，杀他不够，但打开储物袋却够。文兽，妖怪呀！此处何地？回仙人，此处是披露国火云寨。把地牢刨开，挖成小潭，需几天？3天。一天就可以做到。开始吧。仙人，都挖好了。从现在起，任何人不得离开山寨。退下。是。此地显然并非灵脉，为何这水中却有灵气？极品灵石，难怪。需用5块极品灵石封印，这骸骨生前定是法力通天，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。这画轴我一直无法参透，连当年仙一族木叶都为他所动，其中定有不可估量的力量。此处水牢
你们是如何发现的？禀先生，此处多年前就是片荒山，疑似地龙翻滚，山体碎裂后才出现这么个地方。之后大当家觉得这是个关人的好地方，才有了这水牢。那尸骸到底是谁？与这画轴有何联系？这紫光又是什么？罢了，此事急不得，眼下要抓紧时间恢复修为，破除禁锢。刚在灵气的强硬冲击下，强行从外将禁锢破开了一些小缝隙，然此法已不可再用。此禁锢不光限制灵气进入，还会吞噬灵力。若要破开更大的禁锢裂口，唯有积蓄体内灵力，提升修为，到时体内外灵力夹击禁锢，方可进一步破局。6个月的时间，只恢复到了凝气6层。这封印与意境的结合果真霸道。是时候冲击禁锢了。禁锢的吞噬更强了，灵力撑不了多久。这样下去不行，若要进一步打开禁锢缺口，为今只有一法：吞下仙域，以毒攻毒。小点声，别吵到仙人。此次突破，查痕消散了1/10，封印也有所松动。储物袋的许多法宝可以勉强使用，再加上纹兽，只要不遇到化神修士，便不会有危险。无论如何，7年内也要恢复修为。极品灵石有限，若想进一步突破，还需另寻一处灵气充足的地方。炼魂宗，朱雀大陆披露过3大宗派之一，那里的灵气定然充足。老祖，你怎么了？借你身体用。那魔童毁我肉身，伤我元神。若不是将他引到小北延吉之地，利用听人禁制将其禁锢，恐是难逃此劫。此番没有抓到亡灵，还赔上了半条命，唯一所获便是这仙剑。剑魂，剑！大爷饶命！别杀我！当年我也是被那姓王的逼迫的，我对他可是恨之入骨啊！旁的剑魂都是忠贞不二，你这剑魂倒是有趣。你家许爷？
他们岂能和奴才相比？我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此剑绝非寻常之物，就连其中精魂都能拥有神智，着实难得。若将其抹杀，倒也有些可惜。不如趁我元神融合肉身之时，先行封印，以观后效。既你主动投诚，从今以后，你便是老夫剑魂，休想耍什么花招。大爷放心，我许立国一向忠心耿耿，绝不背叛。如为此事，便叫我万魔穿心。你随我一同闭关，待我元神与肉身融合后，再去找那亡灵算账。大信啊，你啥时候能来救我啊？据说炼魂宗是毗卢国最神秘的宗门，从不主动收徒，皆是愿者上钩。只要在开放之日上缴灵石，便可获得一处洞府修炼。护山大阵。何人擅闯我炼魂宗？拜见前辈，晚辈多有冒犯，此次前来只是想拜入炼魂宗。你是哪个门派的？弟子是个散修。散修能达到筑基期，倒也不易。不过我宗收外围弟子的时日早就过了，你明年再来吧。前辈请留步，弟子多年前偶然得到一把好剑，一直没舍得用，还请前辈收下。这小子竟能有此等宝贝！此物从何处得来啊？多年前，弟子曾帮助过一个结丹修士，在他受伤之际为其护法。他伤好后，便将此剑送与我。可弟子修为不够，无法使用。好吧，老夫看你修行不易，便破例子。本凭我，炼魂宗内禁制极多，你若是走错了，我可不救你。多谢前辈。如玉简所说，此处灵气果真比外界浓郁数倍。用如此多的灵气，供成千上万的外围修士修炼，真是罕见的大手笔，倒也正合我意。长兄，长兄，来了来了，喊什么？我路上遇到一个小辈，长兄收他为外围弟子可好？你红毛子都发话了，我岂能拒绝啊？那人就交给你了。我这次出山，收集了上百冤魂，正好能把魂幡练出一个主魂。等练完后，我过来找你吃酒。红毛子这无利不起早的性子，你可给了他什么好处？回前辈，是一把剑。既然如此，那这1090洞便归你吧。1年1块中品灵石。此洞府灵气稀薄，多半是条废门。前辈，弟子想换一间灵气更充沛的洞府。修道之人最忌贪快，你如此修炼，道基不稳，此生不会有结丹之日。晚辈还有一事请教，红毛子前辈刚所说的魂幡是何物？你可知，我炼魂宗内门弟子虽只有几百人，却能与毗卢国其他门派势均力敌。
是因什么吗？因这魂幡。正是，魂幡乃我宗特殊法宝，其中玄妙，只有内门弟子可知晓。想当年，我一路厮杀进内门，却因在结丹初期停留太久而被取消了身份，落得个外围管事。不知前辈可否透露一二？你现在还没资格。外围弟子每隔3年有一场万人大比，决出1人进入内门。你若想知道，自己去试。是晚辈见人。你叫什么？弟子名为青木。好了，跟我来吧。找了这么久，却没发现他的一丝气息，难道真遇到了不测？房号越小，表示灵气越多。看在红毛子的份上，我可是给你选了个灵眼之地。多谢前辈，晚辈日后定多多孝敬。外围弟子数以万计，能入内门者万里挑一。炼魂宗居还要耗费大量灵气滋养众人，究竟意欲何为？恐怕不只是培养修士这么简单。灵眼吗？借由坤晶眼汇集灵气，再用聚灵阵防止灵气外扩，倒是个伪造灵眼的好方法。不过若能解开禁制，直接接触坤晶眼，冲击筑基后期倒也够用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要想破除禁制，虽有难度，但未尝不可一试。破！进了。也不知此时婉儿那边怎么样了。还有7年，我必须加快速度，找出灵眼之地，才能彻底将禁锢破除，解除封印。此处应该就是最接近真灵眼的洞府，但有人在内。青木，前辈，筑基大圆满，此人天资平平，
却在短短3个月内，从筑基初期一跃至此，身上定是有什么逆天法宝，又或是修炼了什么玄妙功法。怕是下次相见，我便要称呼你为道友了。元神崩溃后，我无法隐藏修为，倒让这结丹修士看出了端倪。此人日后定是个麻烦。此地人杰地灵，晚辈日夜吐纳，也是侥幸成功而已。你若能成功结丹，3个月后的宗门大比便有极大的可能获胜。若到时你真进了内门，可要时常回来看看呀。啊，对了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炼魂宗大比的规矩只有一个：成王败寇，只要能赢，生死不论。多谢前辈提点。若能从青木口中探出快速修炼的方法，定可重回内门。奇怪，怎会不关门？不过一个小小筑基，捏死他易如反掌。来了，秦牧，快把你修炼的诀窍交出来！我若不，你没得选。外围弟子的死活，宗派根本就不会过问。你交出来，我还能少你一条生路。否则，你果然有不少宝贝，今日都是老子的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不能杀我！我可是外围传师。外围弟子的死活，宗派不会过问。你绝不可能只是筑基期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你不配知晓。
炼魂宗吗？将外门全部包围，任何人不得离开，违者格杀勿论。是。不知道谁弄的，大的阵仗，不知道。此次一举恢复到了元婴中期巅峰，元神也初步收拢，但是天意珠还无法取出。此人到底是何来头？若我知情不报，恐被牵连。要不……所有人接受检查，如有异动，就地格杀。看来这就是炼魂宗的魂幡秘法。若是能学会，再以游魂炼幡，想必威力不会比金幡小。检查，又不是他干的，他为何要跑？炼魂宗外围弟子人员成分复杂，弟子中有不少见不得光的交隐，而且还有其他门派派来打探魂幡之法的细作。搜魂术下可什么都藏不住了。来，走吧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你，下一个。过去。来。下一个，通过了！怎么可能？快点！好了，下一个。这些内门弟子的最高修为不过元婴初期，禁制的玄妙，不是他们可以看穿的。竟可如此轻易地避开内门长老的检查！哎呀，幸好我没有轻举妄动，此人以后能避则避。除了这些别有目的之人，没找到与昨夜灵脉事情有关的。难不成是外宗所为？好了，大比将至，速去修炼吧。无论是主灵脉，还是魂幡秘法，都是内门弟子的待遇。看来，这炼魂大比的内门弟子之位得拿下。此番劫后余生，易景上隐约有了一丝明悟。虽修为暂时恢复到了元婴后期大圆满，但对易景的领悟却突破到了化神中期。若能找到那唯一的一点，便可再次突破。而今，仙力冲击对茶痕与意境封印的作用有限，若要继续冲破桎梏，还需另寻他法。李元峰以应变初期的修为留下的茶痕，必有如此威力，可见这应变修持意境和实体化这一点，就不是化神能比拟的。师兄，我叫柳梅，你可还记得我？朱雀子的弟子，当年恒月派的那个少年，如今竟也成了炼魂宗的弟子。
数百年岁月，也不足以让你悄无声息地成为朱雀国弟子，除非你本来就是。师兄聪颖啊！你不远万里来探我，到底是何意？王师兄，我不瞒你，柳眉多次接机，只是为了提醒你。你的手镯，我在红蝶身上看到过，此人身上疑点重重，来意不明，定心怀鬼胎，不必，告辞。500年前，他还是个懵懂少年，现在他的内心已坚硬如铁。他的道心究竟是什么呢？受死吧！我认输。认输也得死。看来这场大比又会死不少人呢。只有唯一的赢家才能进入内门，他们当然要抢破头了。赢半边能赢！加油！炼魂宗每次大比，上万外围弟子只有不到一半能活下来。这等选拔规则闻所未闻，似乎在怂恿选手间互相残杀。其内定有隐情，难不成让弟子相互残杀，再由宗内收魂？原来大比的目的，竟是为了给宗内收集魂魄。没想到炼魂宗的转达方式竟如此残酷。一个功法诡谲，嗜血成性；一个其貌不扬，歪打正着到决赛。哎呀，今年决赛真没看头。开始吧！结丹中期，老子苦修此术数十载，终要得偿所愿。小子，走到决赛算你运气好，但遇到我，也是你的命数。咒术赢。你这法术，应是同阶修士，一击即亡。你这叫死咒术，不可能，死咒术不可能失效。这种低阶的神通，不过是对极境的模仿罢了。若是修为碾压，自然是能一击而亡。但若修为差别过大，便会放肆。不可能！你就是恶兽哎！弟子王震见过大长老。这是此次大比胜者青木。司马的死咒术，你是如何破解的？弟子隐藏了修为，实际已经达到了结丹后期大圆满，所以他无法伤我。
倒是没有撒谎，不过靠着修为略高，却是毁了一个有神通的好苗子。那谁，他就由你来安排吧。弟子遵命。恭喜师弟赢得大比，入我炼魂峰。先随我一同入内门吧。这3座巨峰，便是内门炼魂、抽魄和锁神3宗所在。内门主脉，果然良机磅礴。不知那魂幡之法，师兄可否透露一些？自然。魂幡的等级，根据其内魂魄数量依次递增。10魂幡与100魂幡极为寻常。可若是练成了1000魂幡，便就具备了一些神通。我手中的便是1000魂幡。若要练成1000魂幡，必须有主魂，且主魂威力需超过魂幡之上所有魂魄的总和。主魂威力越大，魂幡威力越大。魂魄封印在魂幡之内，不会消散，反可渐渐成长，这也是魂幡之法的根基。虽说朱雀星也有一些收魂炼幡的神通，但与炼魂宗相比，确实有所不及。那9000金环，便是宗内9位化神长老闭关之地。师弟，你可知曾牛就是传闻朱雀星上鹰变旗下第1者？听说过。其实宗内本有10位化神修士，当年那位化神老祖周游他国，意外与那曾牛产生矛盾，被曾牛击杀陨落。我何时杀了一个炼魂宗的化神修士？这曾牛失踪的倒也是实话。遁天始祖本要亲自去找此人讨要说法来着。遁天始祖，咱们炼魂宗有2位鹰变始祖，那2道血环便是始祖们的闭关之所。遁天始祖手中那把10亿尊魂幡，便是那朱雀子也要退避3分。宗内没有师尊，全靠自修。你被分到了炼魂峰，此峰之上，你可选取任意地点，开辟洞府修炼。内门弟子的服饰和令牌到偏殿领，功法去峰内藏经阁去。多谢王师兄。令牌，进去吧。第3层不能进，余下2层随意翻看。请问前辈，魂幡制作的玉简在何处？那玩意儿这里没有。等什么？魂幡制作的玉简只有10枚，你若想要，凭本事去抢啊！抢来你不就有了？你有本事杀人便杀，看好什么就拿，看中你一个女修就抢，凭实力获取所需，便是炼魂宗的规矩。没有秩序，肆意而行，这规矩倒也新鲜。好小子，你是这100年来第5个对我出手的，老夫就和你玩玩。别抓了，爷爷！咱们炼魂内宗还有一个规矩。规矩？东西拿走，认输不杀。师弟，玉简那里就有一块。炼魂宗又多了一个不能招惹的主啊！
这魂幡不错，我收了。认输！我认输！杜甫、玉简、魂幡统统都归你。我府内还有2个双修的小妾，也归你。照规矩，你不能杀我！体内虽是魂幡之法，只不过好像并不全面。师兄可是看出这玉简内的魂幡之法有所缺陷啊？师兄应该是青木吧？此次外围弟子大比的获胜者，师妹许云见过师兄。魂幡之法缺陷，是因为魂幡的制作方法共有3份，与3座飓风的名字一样，分别是炼魂、抽魄与锁神，3法合一，才是真正的魂幡之法。休要回来！竹林脉灵气浓郁，少取一些应该无碍。这是上古魂剑，以魂为剑，变幻莫测不说，威力更是超过寻常剑之数倍。一此魂剑锋线之处，定有宝物。体内有灵魂之力，不知是宝是祸。而今尽管迫在眉睫，也只能并行险招了。姐，青木师兄不让咱们跟着，等他出关后看到这些，会不会说我们擅作主张啊？不过是在旁建了个洞府罢了，不打紧。再说了，修仙之人都爱洁净，我们帮他把洞府外弄得如此漂亮，他定不会有怒意。刘薇师妹，你放心就是。青木师兄的名声被我们传出后，这几个月我收集的魂魄比以往1年都多。可是，师姐，近日来拜访者越来越多，若是青木师兄知道我们靠宣扬他的名声收集魂魄，怕是不会轻饶。应该青木师弟，在下郭东剑，还望出来一叙。元婴修为。糟了，惹出大事了！去！千魂幡幻象，千魂幡，郭某也有。交出魂幡，让你离开。你若能赢，
交出又何妨？师兄小心！炼魂分弟子中，明明只有2人练出了魂玄，他怎么可能？这是那幼术实力在我之上，不可莽撞。眼下还是要抓紧借助灵脉提高修为，恢复元神。现下我修为已突破了元婴，这魂幡之法，或可趁机研习一番。炼魂3神通，即为凝化、魂玄与血寂。凝化乃炼魂根本，把无形的魂魄凝结成形，并且打入魂幡之内。而神通魂玄则更为罕见。需元婴期才有一丝可能掌握。魂玄一旦施展，可迅速吸收大量魂魄，无论是斗法还是抢夺魂魄，都具有极大优势。恭喜青木师兄练成魂玄，小弟献上这杆千魂幡为贺礼。那小弟便先告辞了。慢！你可知抽破风谁有玉简？抽破风的苏金氏，可找他换取。修为恢复了大半，可喜可贺。柳眉，你有何目的直说无妨，不必如此做作。王离，你大难临头，走吧，离开朱雀姓。你有所不知，那红蝶已被我师兄杀死了。看来我与红蝶的一战，只不过是某些人眼中的一场斗术而已。走吧，越快越好，我是为了你好。柳眉看似好心，但为何总给我一种诡异的感觉？这人表情，师兄小心！原来如此，这柳眉所表现出的楚楚友情，实际上都是为了遮掩她内心深处那真正的无情之道。柳眉没有趁我修为未恢复时出手，虽然没有杀意，但也绝非善意。你二人启发我看出柳眉真容，便饶你们一命。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恢复元神。若主动吸取更多，让这灵脉威压变大，定能进一步挤压元神，加快恢复。
然突破化神，元神愈合却停滞了。元神恢复需要更强大的灵力威压。孽畜！师祖当年有言，三峰之下镇压的三杆魂幡，有德者居之。上次落败后，老夫悉心准备数10年，这次一定是老夫的手中之物。血祭，炼魂三神通最后一个，可让魂幡的威力瞬间增强数倍。还有一个，终于出来了！老夫上次就败在这第2头主魂手上，这次定将你拿下！有戏！怎还有第3头主魂？难不成还有第4头？罢了，还是不常在意。不对，一面魂幡不可能有这么多主魂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们都是副魂。要不断消耗副魂，才能逼出主魂。收服魂幡，或可一死。这是麒麟残魂。麒麟残魂虽实力不如凌天后那麒麟虎，但却有传承基因，有施展法术之能，其实力竟然与化身后期大圆满相当。原来，我倒要看看你的魂魄之力能撑到几时。孽畜！摄神车！起！你若是全盛时期，自然不为魂兽，但此刻只是残魂。10万魂幡！
魂，走！刚才的响动，竟没引来炼魂宗化神以上修士的察觉。当务之急，还是尽快集齐魂幡所需的御剑3法。炼魂宗之人，交出抽破御剑。我竟看不透他的修为。抽破御剑我可以给你，只是我有1杆炼魂幡，上还缺少300多个死魂，便可成为1000魂幡。你拿出300个死魂，我便给你。师兄手快，怎么称呼？青木。原来是青木师兄。此玉简内记录着如何抽取魂魄，同时保持其不消散的一系列方法。青木师兄，可还要去锁神峰索要锁神玉简？师兄还是不用去了。锁神玉简，只有化神长老才可查看，普通弟子修炼的，也不过是炼魂和抽魄。魂幡最后1法，竟然只有化神长老才有，而我的元神恢复也需更强的威压。既然如此，不说。炼魂宗诸位，出来迎战！炼魂宗诸位，出来迎战！好多魂魄！在阴变毛怪的威压之下，我的元神必可恢复。化神长老们都出战了，找死！好强的化神杀气！让你们老祖出来！狂妄小辈！小友，老夫等你多时，恭迎老祖出关。果真是应变。你们9个退下。曾牛小友，老夫等这一天已经2年了。柳梅都能找来，那这炼魂宗应变始祖知晓我的身份，也不足为奇了。我看你近日来，日子应是过得不太舒畅吧？今日你我相见，我先送小友一份薄礼，之后再详谈不迟。
6枚小辈，10息之内滚出炼魂宗，否则，即便你是朱雀的弟子，老夫也照样杀之。前辈，晚辈奉师命在此，并无任何破坏炼魂宗的举动。您又何必如此呢？6息。晚辈可以离开，但若师尊问起来，晚辈也只能如实诉说了。届时，师尊降罪下来，4息。这是11尊魂幡。曾牛小友，老夫这份薄礼如何呀？此乃厚礼，但前辈不惜得罪朱雀国，反倒让晚辈多有惶恐。朱雀子老了，未必可以让整个朱雀国为他效力。前辈有何吩咐，但说无妨。不急，我现在送你第2份礼物。曾牛，你来找老夫，不就是为了借着我的威压，加快元神恢复吗？现在，老夫如你所愿。够不够？不够。如何？还不够。好，老夫已有200多年没有使用过应变期的先例了。这第2份礼物，老夫可是下了大本钱。修为恢复到化神中期，比以前还精进了些。多谢前辈。现在谢我言之过早，老夫还为你准备了第3份礼物，你可敢要？有何不敢？安息坐下。这是炼魂宗至宝，10亿尊魂幡。凭借此宝，老夫敢以应变后期与问鼎一战。现在，我便以此幡内的魂力，帮你把修为提升至化神后期。至于意境，就需要你自行感悟了。这些魂魄，竟然全部都是应变修为。我炼魂宗每位应变先祖在临终前，都会放弃肉身神智，甘心成为一道无意识的魂魄。祭献此幡，若有一日老夫归西，你也要记住，把老夫的魂魄收入其内。你能吸多少就吸多少，老夫绝不吝啬。魂力起！
错，虽然意境在化神中期，但灵力已达到化神后期。曾牛小友，这第3份大礼，你可悉够？前辈，我能吸多少就吸多少，是吗？那是自然。这小家伙现在体内灵力已然饱满，即便是吸，也不能吸太多了吧？本尊，我们一起吸。孤身一族本就以吞噬灵力为生，加之修炼古神诀，本尊对灵力的需求要比分身多无数倍。竟然开始主动吞噬灵力了，刚才明明强行灌输都已至极限。罢了罢了，谁让老夫答应了呢？小友，你还真不客气呀！多谢前辈的3份大礼，前辈有何吩咐，但说无妨，晚辈定尽全力。好，只要有你这句话，这3份礼就送对了。随我来。曾牛小友，老夫赠你3礼。所谋之事极大。原本你若不来我炼魂宗，我还打算外出寻你。晚辈确实听说，因我杀了炼魂宗一个长老，前辈要寻我质问。掩人耳目罢了。有了这正经理由，老夫去找你，才不会让人留意。不知前辈所为何事？竟如此谨慎。唉，曾牛小友，你可知朱雀国为何到现在为止，只有不到10个5级修真火？很久以前，朱雀国一举成为6级修真火。受修真联盟赐予了这颗星球，我们一路迁移而来，却发现这里有一群强大的原住民仙夷族。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厮杀，我们以惨痛的代价赢得了胜利。11尊魂幡也是在这场战斗中得以大成。朱雀国的第1任朱雀便成立了朱雀山，作为整个朱雀星的控制点。国内6大宗派形成了最早的6个5级修真火，我炼魂宗便是其中之一。而后6个宗派大量弟子分散开来，形成了朱雀星上大大小小众多修真火。成为6级修真火，是我炼魂宗历代宗主的梦想。但这无数年来，我炼魂宗只要有人即将达到问鼎，就会被人一夜之间打回原形。如今更是早已失去国境，只能作为一宗而存在。
这一切都是因为历代朱雀的使命，就是阻止任何一个5级修真国晋升至6级。他怕5级修真国反客为主，他怕朱雀星易主。可是，晚辈不过是一个化神期修士而已。前辈所说这些，与晚辈有何关系？有关系。你是云雀子选取的4个朱雀继承人之一。云雀子。是他。他便是云雀子朱雀的师弟。你送我3份大礼，便是因为他吗？不尽然。小友，你可愿拜入我炼魂宗，成为下一任接班人？有朝一日，带领我炼魂宗成为6级修真国。为什么是我？我炼魂宗来到这朱雀星后，到现在为止，一共出过36个应变修士，他们的魂魄全都在这魂幡之内。我的师兄是第36个，而我将是第37个。2年前，师兄放弃寿元，催化全部神通，想要为我炼魂宗找出一条未来的道路，可惜苦寻无果。但在他死亡的瞬间，你来到了炼魂宗山门之外。这或许只是巧合。或许吧，但老夫寿元将断，我只能赌师兄的意境没有失败，把你带来了炼魂宗。炼魂宗已后继无人，我一旦身亡，10亿尊魂幡定会被朱雀拿走。没有了魂幡，炼魂宗亡矣。待我寿元断绝之日，便是这魂幡给你之时，你可愿答应我之所求？6级修真国，以晚辈的修为，难度实在太大。成功与否，自有天意。晚辈尽力而为。10年内，我可保你平安。10年后，就要靠你自己了。玉简上记录了锁神之法，也是操控10亿魂幡之术。此术是我炼魂宗之核心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炼魂宗唯一的核心弟子。多谢师祖。老夫要闭关了，为10年后魂魄进入魂幡内做好准备。你最好不要走出炼魂宗万里之外，否则一旦遇险，老夫来不及赶去。前辈放心，若是在下连自保之力都没有，也活不到今日。晚辈还有一些私事，待全部处理完后，定会在前辈出关之时赶回炼魂宗。你记一间，老夫便不再多说。
收完这部分木粮，天女珠只差精灵就能彻底圆满了。血域国里元丰、巨魔族老祖，还有趁机封印我的孙太，当日你们的所作所为，一一清算。自从上次被孙太仙雷所伤，便身受重创。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可恨的曾牛。可有找到那曾牛的尸体？尚未发现踪迹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李元丰，曾牛。李元丰，曾牛，他的修为怎会在短短几年内全部恢复？敢闯我雪域冰雪神殿！找死！他刚刚的一子之威，竟丝毫不输人变修士。此次本尊与分身融合，两者好像互相促进一般，竟有一丝变异。几年不见，你竟已突破到化神后期。今日我便拿你练魂。曾牛，你我之战，不要波及旁人。好，那你我便就当日之事做个了断。你们退出万里之外。是。今日我就让你有来无回。自古竟可扰动元神。曾牛，好好尝尝摄魂骨的滋味吧。古圣怎可能失效？
这就是鹰变期的实力吗？若非老夫重伤未愈，岂能让你如此羞辱？今日老夫就算修为跌落，也要杀了你！察之以情。化神小辈，今日就让你尝尝仙力之威。受死！鹰变修士的实质化意境，果然强悍。曾牛，今日雪域便是你的葬身之地。鹰变神通果然玄妙，只是你的仙力实在太少。王某本想借你领会一下鹰变意境，你也的确给了我新的启发。去死！既然能在意境中注入仙力，那是否也能注入古神之力？这是什么意境？生死轮回。他的意境听到了鹰变。原来当年那人是你派来的。此法宝，你不配用。僧牛，今日老夫便是死，也要拉你垫背！宗主，宗主，宗主！自爆元神，你是什么？王某大可撕开空间裂缝一走了之，留下来陪葬的人不是我，而是整个雪域。罢了，老夫败了。但此事与雪域无关，你莫要赶尽杀绝。若你同意，老夫任你处置。我要你的鹰变期魂魄。
这会将到了原因起。我不杀你们，但从今日起，雪域不允许有化神以上修士及任何修真门派存在，否则我还会再来。谢谢。当年雪域踩着4派联盟众人尸体，成为了5级修真国，而如今风水轮转。老夫啊，当初果然慧眼识珠啊！这小子竟然能凭化神后期修为，一举杀死鹰变修士，不简单呐！王兄确实不凡。此次雪域降为3级修真国，也算是帮了你的忙啊！既如此，你便去会会那个柳梅，看看这小辈的千幻无情道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。是。哎呀，朱雀子这2个弟子不可小觑啊！尤其是钱锋，是老夫一生所见天资最高之人。自心曾是他的炉鼎，日后极有可能是那小辈的道心裂痕所在呀。哎呀，而柳梅的无情道，周武泰的无情意境，我只能与之一战。这柳梅似乎看中了王林的意境，这小子极有可能是我与朱雀子对弈的破局利器呀！哎呀，师兄，老夫当年与你赌斗，输者自罚1000年，还有12年，老夫便自罚结束。到时这朱雀之位究竟花落谁家，可不好说呀。曾牛再现雪域国，竟仅凭一己之力击杀雪域宗主，封住众人修为，让5级修真国硬生生跌落至3级。一代枭雄李元峰就此身亡。李元峰不过是一个强行提升至鹰变的废物而已。曾牛，若你能杀死巨魔族老祖，你才有资格勉强成为我的对手。前辈，我用搜魂之术探查过李元峰，他并没有关于你的其他线索。你曾说，我突破鹰变才能将你唤醒，应也是和仙力有关吧？李元峰是强行提升至鹰变，体内仙力稀少，但巨魔老祖却是一步步修炼而来。加之那罗衣神通，连孙太都有所顾忌。我与他一战，并没有把握。可那日巨魔老祖坚持要我肉身，老夫要他现身，自有用处。现在想来，应是听族人说我与天逆珠有关，待他日后重伤痊愈，定会再来找我。战还是不战？战，胜负难测。可不战，确实会错过杀他的最后时机。何人？在下欧阳天，受遁天始祖所托，来给你送一样东西。遁天始祖知你要做什么，嘱咐我将此物给你。曾牛小友，老夫不便出关，只得这样相助于你。
这玉简中记载着巨魔族魔夷神通的应对之法。竟是如此。这另一物，你应当见过。是一尊魂幡。这并非尊魂幡主幡，只能使用2次，但这把分幡有主幡1/3的威力，其中的12个紫金魂魄，便是我宗达到应变修为的历代宗主。有他们在，此幡威力不可小觑。若想彻底驾驭这尊魂幡，还需施展锁神之术。好像的我一样。我继续和集中退去。好了，东西都给你了，小友，老夫在炼魂宗等着你。大恩铭记于心。巨魔族老祖，你在劫难逃。曾牛杀了李元丰，又将雪域国封禁。哎，恐怕我巨魔族也难逃此劫。老祖肉身虽未完全融合，功力也未恢复，但所幸闭关之处极其隐蔽，那曾牛定然寻不到。管他什么曾马曾牛，既对老祖不利，我巨魔族定让他有来无回。曾牛若真找来，定是有了万全把握。老祖虽说有错，但他毕竟是我巨魔族的希望。可曾牛拿我赤虎当朋友，如此，等是万无一失。巨魔老祖，滚出来！来者何人？曾牛。
他就是那个战胜红蝶的曾牛，应变之下第一人。曾牛道友，找我族老祖何事？杀他！我巨魔族血脉相连，不是那区区血域可比的。你既对老祖不敬，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吾以巨魔之名号令，所有族人不惜一切代价杀了曾牛！杀！砰砰砰！赤虎，曾兄，你可当我赤虎是朋友？我一生友人不多，你赤虎算一个。巨魔族犯你在先，曾兄所为也在情理之中。可我是巨魔族少主，若曾兄真当我赤虎是朋友，还请曾兄高抬贵手，就此离去吧。此行我未取任何巨魔族人性命。赤虎，若非因你，我不会如此。啊，曾兄，我何须一直废话？你只需要告诉我巨魔老祖所在之处，我便离开。大胆，狂妄！想找老祖，先过我这关！大长老，不可！曾兄，我巨魔族不是你的敌人。巨魔老祖在哪儿？我可以不杀他，但要他归还仙界。老祖闭关之处无人知晓，只有打开巨魔族通天大阵，才可与他联系。曾兄，拿到仙剑，你就会离开吗？三位长老，我以少宗主身份命令你们，随我开启通天大阵。巨魔通天大阵，三界巨魔天，开！曾牛行事一贯恩仇必报，老祖如此忌他，他断不可能留老祖性命。要回现今的说法，定是托辞。东界巨魔天，开！曾兄，是我对不住你，但老祖是我巨魔族的希望。我身为巨魔族少宗，必须要负起这份责任。这通天大阵，便是老祖的身体，也只能堪堪承受8道。你不可能扛得住。赤虎，仙界一行是你欠我，雪域劫杀是我欠你。至此，你我之间两清。两清？是啊，你我之间什么两清？赤虎，你以为这所谓的通天大阵真能诛杀我吗？第一道，非我巨魔族人，竟能以肉身扛住杀阵。第二道。什么？他怎么会？不可能！
不可能！即便是老祖，也只能承受8道杀阵，他绝不可能扛下第12道。最后一道是我，你可看仔细了。巨魔通天大阵！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吗？看来，就连师尊都小看了你。既然你们都不愿说，那王某便借着通天大阵，传声巨魔全境。巨魔老祖，出来受死！巨魔老祖，出来受死！杀星！破我族通天大阵，还借此阵之位传化全境，嚣张之极！哼！待我肉身彻底融合，再去杀你不迟。12道，巨魔族中前无古人。巨魔族，从今日起，巨魔族不再有元婴修士。无我允许，任何人不得结婴。这便是我对你们的惩罚。主人，你放我出去！我要和他拼了！那亡灵当年到底如何对你，让你如此怨恨？他待我简直猪狗不如，完全不能跟主人相比。等咱把亡灵杀了，您再让我和法宝里的仙子小妹妹见一面呗。不急，等我彻底恢复，自会让你与他一见。不自量力！本打算让你多活几日，既然你上赶着送死，我便惩罚你！他肉身还未完全融合，就具备了如此威力。若他全部恢复，肉身强度怕是与3星古神的躯体也差不了多少。他的肉身自会比我强上一线。肉身融合之际，我本不愿用出仙力，但现在看来，不用是不行啊！别看我以你之剑取你性命！我许立国一向忠心耿耿，哪能轻易让你制服啊？怎会如此？我明明种下了禁制。要论禁制，你怎么能和我真正的主子相比呢？许立国，主子，这次我可立功了，可要好好犒劳我。
杀星还是那个杀星。好。真的吗？孙子，哪里跑？黑焰之兽，出！以巨魔楼族的应变神通，断不可能只有这些手段。巨魔族第67代族人，愿以鲜血倾注先祖遗物。巨魔先祖曾以此斧破开天地，连战星一族2个9叶神咒士，能死在此斧下，是你之罪，去死吧！这玩意儿我可承受不住啊！好机会！柳眉姑娘，你的对手是我。你是云雀师叔择定的4人之一又如何？就凭你躯精化神中期修为，拦不住我。既如此，请赐教。哎呀，不是要杀我吗？尊魂幡。是两魂宗的。11尊魂幡，遁天竟传给了王林。柳眉姑娘，这魂幡，你可不是对手。融合的肉身竟再次被毁，元神也遭重创。亡灵，天赋神通，老夫凭着元神崩溃，也要拖你下水。我要你在星空之中无路可退，无处可归，终日惶惶，了却寒伤。朕信。这玉简中记载着巨魔族挪移神通的应对之法。怎会？你的天赋神通王某破不掉，但若寻一个星空中的定位之法，
倒是简单。定位阵法，你此局已定。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朱雀子恐怕很快就会得知巨魔老祖和李元峰生死之事，可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18年之期就要到了。天道，这一次我必将婉儿从你手中夺回。